1965年8月9日，刚独立不久的马来西亚做了一件其他国家从未做过的事，他自愿放弃了一块战略和经济性都很重要的土地，即后来被称为新加坡的国家。刚刚成为国家元首的李光耀流着眼泪向民众宣布，新加坡从今天开始正式独立，这是我本人极度痛苦的时刻。You see, the whole of my adult life, I had believed in Malaysian merger. 从一州之长加冕为一国总理，李光耀声泪俱下的场景，不少人仍记忆犹新。彼时这块面积为仅7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3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之中，许多人染上了毒瘾，吸食鸦片。高度混合的人口导致暴力事件频发，整个国家没有像样的工业，这意味着新加坡既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工业基础，加上身边还有一个强大他许多的邻居，切断了陆路交通。种种因素一度将这个罪儿小国逼入了深渊绝境。然而短短50年之后，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世界文明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国民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障均位列世界顶尖水平，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设施，是无数外籍富裕人士心中的投资级侨居之所。这个曾经一度濒临破产、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本期的10倍观察，让我们走进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去揭秘小国被迫独立、发展腾飞背后的来龙去脉。故事要从2战结束后开始说起。当时身披战胜国光环的英国重返东南亚，但此时的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世界各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此起彼伏，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其中槟城及马六甲在内的马来半岛于1957年独立为马来亚联合邦，而新加坡则在未来国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律师兼政治家李光耀的领导下，于1959年从英国获得了自治地位，成立了新加坡自治邦。但哪怕在正式获得自治权以前，李光耀就已经认为新加坡由于国土过于狭小，严重缺乏自然资源，经济模式也尚未定型，又夹在马来亚与印尼的2大国之间，并不适合完全独立成一个国家。因此，在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后，李光耀向邻国马来亚联邦提出了新加坡合并进联邦的请求，以优势互补为出发点，共同建设马来亚。可时任马来亚的领导人东古阿拉赫曼在一开始时其实是反对这项提议的，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害怕当两者合并后，新加坡及马来半岛内的华裔数量将超过马来族，华裔会成为马来亚第1大族群，从而威胁到马来族在马来亚的政治地位。在经历了几次谈判和商讨之后，一个新的计划应运而生，即把英属婆罗洲，也就是将包括文莱、沙拉越和沙巴州在内的各邦合并，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这样一来，马来族在合并后仍然可以成为国内最大的民族。最终，在取得马来亚政府和英国的同意后，新加坡迅速举行了合并公投。但有趣的是，在当时的公投单上并没有包含拒绝合并的选项。公投单上列出了3个选项，都是赞成与马来亚合并，只是条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站出来呼吁反对者投下空白票。最终，公投的结果显示，71%的人支持合并，26%的人投了空白票，以高票通过了公投，新加坡自治邦正式加入马来西亚。同时，沙拉越和沙巴州也一同加入了马来西亚。文莱由于多数人反对而没有合并进来。最终，美好的理想还是输给了现实。新马合并后不久，两地政府逐渐爆发出矛盾，对治国方针产生严重分歧，批评彼此不遵守合并前的约定。例如，新加坡不满马来西亚种族优先的政治框架，对新加坡实行不公平政策等等。大马则批评新加坡政党试图威胁马来政权，加上当时的邻国印尼从中作梗，反对两方合并，同时离间新马双方，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并逐渐发展成华裔与乌裔族群的对抗，甚至在新加坡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这使得新马政府的关系每况愈下。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做出了一项永久改变新加坡历史的决定，那就是以国会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将新加坡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被迫宣布独立，成为正式的主权国家。被逼无奈黄袍加身的李光耀因此痛苦落泪。彼时新独立的新加坡，首先要面对的是国防问题。印尼与国内的反对党虎视眈眈，英国还撤出了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李光耀迅速寻求国际承认，并于1965年9月21日火速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英国则委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出承诺，保护新加坡的地区安全。除了主权问题，新加坡国内也矛盾重重，失业率高达12%，住房短缺、缺乏土地、自然资源等问题尤其严重，随时可能会引发内乱。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被眼前的种种不利所击败，快速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及远景规划。首先，在经济结构方面，新加坡独立后不再只把经济局限于转口贸易，而是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大规模开发工业区，并透过对进口产品加税、出口产品扣税，以促进国产工业的成长，从而帮助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在利用二战后世界各国迈向产业调整的有利时机，通过税收优惠积极吸引外资入驻，吸纳外企技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新加坡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工业产品很容易找到市场，唾手可得的廉价优质原料可以发展进口加工制造。马六甲海峡是公海，新加坡并不能收取过路费，只能赚小部分补给收入。但马六甲海峡长1000公里，新加坡只占了其中50公里，停靠新加坡补给并不是必要的。如马六甲、槟城、巴山港与丹戎港都是天然大港，但大多船只还是会选择新加坡，只是因为新加坡的高效率、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再来是住房问题，独立初期的新加坡房荒问题严重，近80%人民居住在棚户区。为了应付房屋短缺的危机，新加坡政府出台了3项制度，分别为国有为主的土地制度、公积金主导的储蓄制度以及祖屋主导的住房保障制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住房问题。首先，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法，有权强制征收土地，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使得政府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取大量土地，并将其用于公共组屋的建设。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人民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祖屋，但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政府所有，人民只有99年的使用权。每个核心家庭最多只能购买1套房屋，并且需要持有房屋至少5年才能转售。这种制度限制了房地产的炒作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的上涨。为确保人民能够负担得起住房，新加坡政府实施了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都需要缴纳公积金，并且缴存比例较高。公积金可以用于医疗、教育、养老和购买住房等用途，提高了人民购房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居住品质。此外，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新加坡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法律改革。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为了培养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政府制定了广泛的法律规定，涵盖了价值观、政治、经济和人民的日常行为。新加坡拥有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政府廉洁高效，对政府权力、商业交往以及公民权利等各个领域都有完善的法律规定。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法律最多、范围最广、涉及最深的国家之一。最后是教育方面，为了培养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降低与西方在商务沟通上的隔阂，即使新加坡国内以华裔作为主要种族，教育部依旧力排众议，改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实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一来，学习英语能产生更加直接的经济效益，利于培养出的人才与国际接轨；二来，政府不想在多元民族的新加坡体现出华裔高人一等的刻板印象，因此选择相对中立的英语作为官方用语，在新加坡政府看来是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做出的必要选择。
此外，新加坡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拥有严厉法治的国家，人们的言谈举止及衣食住行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保留了死刑鞭刑，对民众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这也使新加坡与亚洲其他社会的最大不同，不仅只有镜头前成功的经济发展，背后强大的法治体系也不能被忽略，是个法律渗透到国家、社会、家庭等方方面面的法治国家，也是新加坡立国、治国及强国背后的重要支柱。就这样，在政府多管齐下的努力下，新加坡经济在往后的几十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从毫无工业基础崛起成发达的工业国家，从欠缺自然资源到引进原料进行加工出口，从市场太小无法支撑经济，到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收获了庞大的国际市场脉络。新加坡已成为了世界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世界第3大炼油国，世界顶尖的国际金融及外汇市场。再加上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高效透明的监管体制，新加坡得以击败马六甲海峡上的其他港口，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转运港及燃料补给港，超过30次获选为亚洲最佳海港，同时还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航空运输枢纽，亚洲乃至世界上连通性最强的国家。全球1半的人口区域都处于樟宜机场7小时飞行圈以内，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与超过100个国家与地区通航。的确，新加坡的政治环境长期以来呈现一党执政的格局，这引起了外界对新加坡缺乏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批评。一些反对者指责李光耀的政治手段在某些方面缺乏民主性。此外，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的社会福利体系相对较弱。但就从政府的耕耘结果来看，新加坡人民在几十年来的潜移默化下，已成功被培养成一支拥有高平均财富、善于自力更生、技术熟练、熟悉国际经济的优越劳动力。从来自于不同背景，被凝聚成一支富有极强国家认同感的民族。除了为新加坡经济带来高度的可持续性外，也使国家拥有足够的粮弹斡旋于大国之间。而李光耀铁腕政治的背后，始终坚信着秩序优先于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且领袖以身作则，带头遵法，将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底，才能让新加坡举国一心，实现了从第3向第1世界的跨越，最终赢得全世界的广泛尊敬。本期的10倍观察就介绍到这里，别忘了给影片点一个赞，希望你能喜欢这期节目带给你的知识，我们会持续更新，感谢您的观看。